這就是傳說中香港最危險的地方——重慶大廈。這裡曾經兇殺案多發，黑幫盤踞，還發生過2次特大火災。今天我將在重慶大廈住宿，入住的是5平方的雙人間，空間小到簡直令人震驚。我和朋友到達重慶大廈，已經是晚上9點多，這裡仍然非常熱鬧，人流量巨大。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特徵，這裡的外國人含量非常高，看上去都是印度、巴基斯坦、尼泊爾、非洲和中東裔面孔，從穿着打扮看都屬於低收入群體。這也是重慶大廈被稱為香港最混亂地方的因素之一。這裡被稱作微型聯合國，常住約4000人，匯集全球100多個國家居民，語言混雜，飲食氣味、着裝習慣和香港主流環境差異大，門口常有外籍商戶攬客。歷史上，這些外籍人士發生過多起兇殺案，幾名印度人在此大樓裡被殺害，還有1名北京的女大學生被印度人性侵。所以，許多香港長輩都會叮囑不要獨自進重慶大廈。走進重慶大廈，因為有朋友同行，所以並沒有害怕的感覺。裡面經營店鋪的老闆和從身邊經過的人，大部分都是南亞和中東人。重慶大廈裡一共約有160家賓館，聽起來規模很大的樣子，但實際上，按照這些賓館4到7平方一間房，一套90平方的3居室，基本上就是一家賓館。我們入住的這家賓館，前台是一位印度尼西亞的小哥，只會講幾句簡單的普通話，大部分都用英語溝通。現在開始介紹我們的房間，來看看什麼叫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。這2張單人床寬度大約在70厘米左右，睡覺還是夠用的。有電扇，也有在香港非常常見的窗式空調。這種空調有一個弊端，就是非常吵。衛生間配備齊全，有洗手盆、馬桶、熱水器、洗髮水和沐浴露齊全。最令人矚目的是這個床頭的保險櫃，我都淪落到住重慶大廈了，還要啥保險櫃？身外之物幾乎沒什麼價值，身內之物估計還值點錢，比如那一對腰子。房間裡還有冰箱、電吹風和電視，還有2幅裝飾藝術畫，甚至連窗簾還人性化地挖了幾個孔。壁燈和吸頂燈很想營造出一些藝術的氣息，但因為預算有限，稍顯土味。防滑腳墊、衣架都有配備。當我發現床頭櫃裡的那一卷卷筒紙時，差點流下感動的淚水。雖然條件如此有限，但人家確實做到了最大的努力。這個房間住1晚的價格是195元人民幣，在內地幾乎可以住4星級酒店的，但是在香港這麼高消費的地方，確實也是為囊中羞澀的旅客提供了一個低廉的選擇。在重慶大廈的這一晚睡得其實還不錯，並沒有太明顯的憋悶感。第2天早上，坐地鐵去深水埗，體驗平民價格的米其林餐廳。深水埗是我眼中香港最具平民煙火氣的地方，同時那也是全香港最密集的平價米其林街區，擁有1家米其林星級餐廳和6家必比登餐廳。至於米其林星級餐廳和必比登餐廳的對比，在我看來就相當於標準版和青春版、高定版和快時尚版、旗艦型和主力型、肖戰和我。米其林星級評價頂級烹飪藝術，必比登則是推薦高性價比平價美食。1997年設立，主打好吃不貴。含金量的區別，米其林星級是全球頂級榮譽，必比登是平價美食認證。我首先去品嘗的是一家必比登推薦的路邊店，叫做公和豆品廠。店的面積不大，但歷史非常悠久。1893年創立，是貨真價實的100年老字號，香港最有名的傳統豆品店之一。1893年，廣東人駱公和在尖沙咀廣東道創辦第1家店。1997年，駱家後人移民，街坊兼熟客的蘇崇廉接手深水埗店，為第3代。不知道移民後的駱家人會不會有一些後悔？2018年，第4代蘇逸霞辭去投行工作，全職接手，看來開店收入應該是非常可觀的。我和朋友點了2份招牌的豆腐花和1份豆腐拼盤。豆腐花是店裡的招牌單品，14港元1份，有熱有冷，有甜有無糖，堅持全手工，無添加，配黃糖薑汁，每天要賣1000碗以上。我品嘗之後發現風格有點奇怪，我平時吃的豆腐花是滑嫩到吹彈可破，像蒸蛋和布丁一樣的口感，但這家的豆腐花似乎有更為密實的質感，吃起來是另一種感覺。其實它也有一個優勢，
就是感覺料更足，內容更多。滑嫩版本的像是張元英，密室版本的像是張雨綺。如果你非要讓我說哪個更好，我只能回答，只有小孩子才做選擇。至於另一道煎釀豆腐，那就是毫無意義的好吃，外脆裡嫩，肉餡鮮，公和三寶之一。這份三拼豆腐是16港元。原以為這種小店是只收現金，我特意準備了港幣，但實際上他們都支持支付寶和微信支付。店裡還制作黃金魚脯、豆腐乳等自制熱門伴手禮，開發了一些文創周邊產品。午餐我選擇的是一家茶餐廳，名字叫天好運，曾經連續12年獲得米其林1星，也曾經被網友稱為全世界最便宜的米其林餐廳。創始人麥貴培是米其林3星的前四季酒店龍景軒點心主管，如今在全球11個國家擁有70多家分店，在新加坡、日本、美國、澳大利亞都有分店，在內地、上海、杭州、北京、南京、武漢等城市有店。我點的这些食物中，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3種：招牌的晶瑩鮮蝦餃，皮薄透亮，使一道者，蝦肉飽滿彈牙，4個蝦餃42港元，相當於人民幣36元，每個蝦餃的單價是9元。香煎蘿蔔糕也是招牌點心之一，外焦裡嫩，蘿蔔絲清甜，配蝦米臘腸，3塊蘿蔔糕30港元，相當於人民幣26元，每塊蘿蔔糕的價格也差不多是9塊。其實最讓我意外的是這個炒青菜，42港元的價格，吃到的絕對是100塊錢以上的味道。我有一個觀點，不知道大家認不認同，目前中國所有的菜系當中，粵菜毫無爭議的排名第一。如果單單說到炒青菜，中國所有菜系跟粵菜都隔了18個卡戴珊臀圍的距離。這一頓吃下來總的花費是282港元，相當於人民幣244塊。在香港這個物價高企的地方，2個人花200多就能吃米其林餐廳，確實算是非常實惠。上網查了一下這家餐廳的資料，還有一些意外的發現。2023年，天好運被菲律賓快樂蜂全資收購，估值約27億港元。在我看來，這個估值還是有點高的。我又查了這家菲律賓資本，它是菲律賓最大餐飲集團，由菲律賓華人企業家陳覺忠創立。1975年，陳覺忠家族在馬尼拉開 Magnolia 冰淇淋店，兼賣簡餐，後來逐步發展，如今擴張至33個國家，擁有上萬家門店。菲律賓本土開店超過1600家，市占率超50%，碾壓麥當勞，是典型的菲律賓華人資本。今天的最後一站是香港的廉政公署，簡稱 ICAC。熟悉港劇的朋友都知道一句熟悉的台詞，一位身穿西裝的帥哥掏出證件展示一下，然後義正言辭地說：“我們是廉政公署，請你回去協助調查，喝杯咖啡。”70年代廉署剛成立，聘了不少英籍警員，問話前習慣問要咖啡嗎？後來飲廉記咖啡就成了被請去協助調查的代名詞。為了讓這個梗能夠在現實中落地，現在廉署總部1樓開了1974咖啡廳，遊客可以真的去廉政公署喝咖啡。我看了一下價格，清廉咖啡和保密咖啡價格才22港幣一杯，相當於人民幣19塊，可以說是非常親民。考慮到還有許多像我這種不喜歡喝咖啡的人，店家非常大氣，提供空的咖啡杯，免費供遊客打卡拍照。對於這樣的商家，我必須要給他們點讚。但我也是一個大方的人，白嫖良心商家，我的良心是會痛的，無論如何都要讓人家賺一點錢。我發現商家還售賣一些廉政公署的文創產品，於是我讓朋友買了一個帶有廉政公署 logo 的筆記本，20港元。大家都在吐槽香港的餐飲業服務態度太差，但我發現香港的旅遊景點和公共事務的人員服務態度卻非常的 OK， 甚至都能趕上日式服務的水平。從我們踏進廉政公署1樓，裡面的安保人員自始至終都非常客氣，還主動給予引導。當我們想以廉政公署大堂的 logo 作為拍攝背景，拍咖啡的打卡照時，安保人員立即過來溫柔地阻止，完全沒有政府人員居高臨下或者公事公辦的氣勢。我當然也非常理解，畢竟全球絕大多數國家的政府機構都是禁止普通人隨意拍照的，